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做资料选取的练习。那我们可以先把那个 Rhino 的视窗这边，我们把它切成是在 Top 的这个位置，因为今天主要都是针对2D 的来做绘制哦。好，这是刚刚在封面看到的那个图，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复杂，对不对？好，我们放大看一下。好，我稍微移动一下，你看哦，它其实就是一个方块。这样，这一个方块有没有一直去做重复？然后呢，它这些线呢、就是在方块里面对这个边进行分割之后再去做连线的。好，那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图嘛，它其实就是一个方格里面，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方格的每一个边，注意哦，是每一个边，不是这一整个方格。单独的这样的一个边呢，我们去做每一个边上面的分割，然后再透过分割去将这些点位串联起来。好，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那呢，我们现在就先来画这个方格吧。我们到 Curve 底下这边 Primitive 选择这个 Rectangle 在这里。好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 x 跟 y 的 size 呢，我们分别给它10，直接把它送进来。然后 Plane 呢，我们一样可以按右键截取出来之后，把它进行隐藏。好，然后画好点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要进行分割点了。分割点的话，我们之前都是用这个 Divide Curve 嘛。好，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现在是要针对这4个边单独去进行分割点。那我现在看后面这边哦，它其实是一整个完整的方形。我如果直接把它送进来啊，你看，它就针对这一整条这样完整的线去进行分割点。那我其实是想要这样单独的一条线去分割，单独的一条线去分割。那我如果要把这个线呢，把它变成单独的话，我们就要用这个 explode。这个的话是把线炸开。好，好了之后呢，我们把它这个 rectangle 送进 explode 的curve 里面。那我先把原本这边这个，我把它进行一下隐藏。好，看一下后面这边，它就炸开，变成4条线了，单独的线。然后它下面这边也会把这个节点选取出来。你看它这边是5个点，有没有？这个在入门课程有讲到说它为什么不是4个点，因为它每个线这样单独炸开都会有头尾这2个点，然后在最后这条线的时候，它又会这个点又会跟原本第一条边的这个点进行重叠，所以呢会有5个点。好，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要针对这4个线哦，我们要分别将它进行分割点。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透过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教了，在 Set 底下这个 List Item，我们把这一笔资料个别的把它选取出来。好，我们看一下，用 Panel 板看，所以它这边其实就有4条线，然后它第一条线的编号是0，第二条是1。所以呢，我们只要在 list item 的这个 index 这边，我们分别把它输入0、1、2、3，其实就可以把这个线个别的截取出来了。好，我们把这个呢边长，我们把它送进来，然后在这个 index 的地方，它这边是0，我们一样先给它一个0，方便我们进行观看。然后这边教大家一个输入 panel 板很快速的方法，之前都是教这样用拖的嘛，我们这次用 key 的。我们在这边点2下，然后我们打这个符号，这个按一下之后，它其实就会是一个 panel 板了。或者呢，我们一样可以点2下按符号。我们很常是透过 panel 板给数字嘛，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打一个数字，然后按一下 Enter， 这样它就会是已经是好的，而且它这个 panel 板是符合这个数字大小的，不用在那边去做这个缩放。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0送进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全部往下复制。我们总共几个边？4个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复制3个，然后在这边呢，分别把它改成1、2、3。好，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list item， 你就会看到你现在就把这个几个边就分别截取出来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要针对这几个边个别再去做分割点。
好，所以一样呢，我们把这个 divide curve 往下复制 ，Alt 键按住哦。好，然后直接把这个 list item 把它送进来，把它取代掉。原本这个也把它取代掉。我们可以整个把它进行观看，这样其实就分割好点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点的顺序。我们到 Display 底下这边选的这个 Point List 在这里。好，我们先看下面这边这一条。我们把这个 Point 送进来，然后在这个 Size 这边呢，我们给它打个1。好，你看哦，它这边就有写00123，然后这边到第10个。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条，我们一样给它一个 Point List 送进来。你看到它这边一样是0、1、2、3到10这样，所以呢，我如果直接把这两个线连起来，它其实呢就会是0连到0，0在这里，然后1连到1，然后2会连到2，这样，它会依照这个资料的顺序，0跟0去做配对，1跟1去做配对，这样子把我这个边呢去连起来。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来画线咯。我们到curve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line， 我把这边这个删掉。好，我们直接来连线，把这个第一个的这个 point 送进来，第二个的我们把它送到 line 的这个 end point。好，你看其实这样就已经连好了。我们接下来就只要继续针对这几个去做不同的连线就可以了。你连的时候呢，也可以另外接一下 point list 来看一下它点跟点的顺序。好，再往下接，一样送进来。好，然后再往下。那现在我们就是要针对 J 笔跟 J 笔，就是最上面这个嘛，我们要来进行连线咯。所以就是这个是起始，然后这个是尾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一圈的这个画线了。然后呢，我们可以针对前面这个 point， 我们来进行一下隐藏。好，那呢，你也可以试着练习一下。我们刚刚呢有用这个 point list 来看它这个点的顺序嘛，给它一个1。然后我们上一堂课也有教到，是说有一个叫 reverse list， 有没有？我们按右键选择这边也有一个 reverse， 这个就是翻转它整个资料的顺序。你看它连的这个位置也会跟着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来看它跟下一个连。我先把这边几个隐藏起来。我们先看这个，我刚刚这笔下面这边我 reverse 完了有没有？上面这边呢，它还是按照原本的顺序，所以呢就会变成是说我1跟1反而是连在这里哦，然后2跟2是连在这里。你看，如果没有 reverse， 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有 reverse 会变成这样。所以呢，其实透过这种你资料这个顺序的翻转，然后再去做不同的资料配对，它其实都会产生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好，然后我把它转回去，我再把下面的线打开，这样子其实就完成了。然后刚刚手图啊，我其实只是把这个 rectangle 我把它改成是 vector 底下这边这个 grid 而已，在这个位置，我只是把它原本这个单独的我把它直接替换掉。好，那我们可以来改一下，我们在这个 size 这边呢，我们把它送进是10，让它一个网格就是10这么大。好，我稍微缩小一下。这时候呢，只要把这个 rectangle 跟 cell 我们直接把它替换掉，把它改成送进式这个的 export， 你看一下子就会画好了。好，我们就可以把原本这个进行隐藏，这个再隐藏。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画好一个很简单的 pattern 了。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我们透过这个 list item 来做了这种资料的选取，然后呢，有学到了这种快速的输入 panel 的方法。那在最后呢，我们透过按这个右键选择 reverse data，
来做这种资料的一个反转，来了解说我们这个资料的顺序对我们整个结果的这个呈现会有哪些的影响。那呢，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